不好，我们被人发现了。哎呀，我们被结界包围了，怕是出不去了。就算没有结界，也只有一个出口啊！出去能被撞上，傻呀！躲起来！给我搜！是。我倒是要看看，究竟何人如此大胆，日日来我店内偷吃。等我抓住他，看我不把他炖了！哎，咱好像这样躲着也不是个事儿。这样，我一会儿先出去认罪。我被抓走了以后，这儿的结界自然会撤。你到时候趁机跑出去。不行，严丹，我们说好了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行了，我是延续天空的人，就算我被抓了也没事儿。而你不同，你的身份不能被暴露，尤其是太游阁的人。好了，你放心，我这次能保护自己的。我做事，你放心。好好藏着。来吃饭啊？哼，好巧啊，大胆仙子，竟敢在我店里偷吃！哎，若不是今日撞破严旦小仙偷偷煲汤，我们还被蒙在鼓里。帝君为6戒日夜操劳，却连这一小碗仙羹都不肯麻烦我们天善殿，小仙实在是既感动又愧疚。我作为天善殿的掌事，不能第一时间察觉到帝君的需求，失职，实在是失职。是是，哎，帝君，您今后有任何需求，尽管派人来说，我天善殿上上下下几百种仙羹菜肴，定让帝君满意。紫怀仙君，你误会了，严旦偷做宵夜之事，本君并未授意。啊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帝君，我万万没有想到您是如此之人。我严旦辛辛苦苦起早贪黑，就为了给您做饭。我这双手，不知道被烫了多少遍。而如今，您却为了您的面子不敢承认。啊，真是我本将心向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啊！紫怀仙君，您要为我做主啊！你要让九重天上下所有的人看一看，我们的帝君竟然是如此之人啊！哎呀，算了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啊，什么都没看见。帝君，告辞，告辞，走了，告辞，仙君，走了。自保而已。戏是稍微有点过，但是也没办法。哎，帝君，我知道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肯定不会把此事放在心里的，一定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还有，我向您担保，这个紫怀仙君绝对不会把此事说给别人听的，您放心吧。小小仙使，大诳语，魑魅心识。既然如此，那偃虚天宫所有的宵夜就由你来负责了吧？啊？哦，从明日起，每日多加15套棋谱，不抄好不准睡觉。下去吧。是。在偃虚天宫做事也太辛苦了吧？要不然换个地方？不行，在没有揭开番规居完美神仙的假面之前，我绝不离开。啊？而且人证我都找好了。只要我们帮他修出仙身，不仅以后没有人再敢欺负他了，而且
他还能帮我一起指正番规军的怪癖。那你要干嘛？哼，等着看。哼，严丹，你从没有学过医，如此贸然施针，恐怕对小龟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？修仙之旅哪有那么容易的？况且，如果他以后修成人形的话，还要感谢我呢。瞧着看。被你扎死了。不能够，那典籍上就是这么写的。哦，不行，我得救他。哎，不行，你千万不能再动了。没把他救活了，你再死了，你们两个同时撒手人寰了。你把我一个人留在这个房间里面，那么多仙官过来查我，那我不是太惨了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来，要不然给我看看。现在你的真力还未生效，说不定我跟他多聊几句，他便会好起来。行。龟小弟，龟小弟，你看，严旦对你多好啊，你不要辜负他的一片好心。你快睁睁眼，伸伸腿，然后加油加油！龟小弟，站起来，快站起来！行啊你，同为水族，果然心有灵犀。你这个小乌龟，我之前跟你说话，你怎么都没有反应啊你？不行，我得再试试。严旦，不行啊，这小仙龟也太小了，说不定一夜之中承受不了那么多刺。要不然你让它再修炼2天，到时候等它修复好了，你再玩。也行，反正它现在在我房间里养着，我随时都可以助它修炼。不过，在它修出人身之前，我定不会让番规军好过。翻了！小乌龟啊，小乌龟，我以为带你出了玄心崖，你就可以脱离魔爪，没有想到映月那个小人还是不肯放过你。行，你行啊。哼。这杯是帝君的雀舌茶，这杯是基督星君的六物茶，二位慢慢享用。之前的密钥已破解，他们果然是双管齐下。另一队人已经趁着各宫变换法器之机，将这紫薇瓶填进了妙法阁的焚毁名录当中。昆仑神树的枝叶若入紫薇瓶，可炼制出破魂伤魄的毒药。若投入大战的话，死伤人数不可估量。是啊，我也按照之前的计划，让陶子气将神树枝叶得手的消息放了出去。他们对于这炼制破魂之毒如此势在必得，想必负责销毁弃用法器的浅云宫中，也必定有他们的内应。
此危局已经布下，只待他们出奇，我们此局便能破功成功。我说应渊啊，你怎么趁着我专心说话的时候又赢了啊？基督星君，你也输了半日了，口肯定渴了，喝口茶润润喉吧。帝君，您也是润润喉吧。欢亲，今日我倒想尝尝你的六物茶，不如我们换换。好。且慢。基督星君，小仙知道您只爱喝六物茶，小仙再去给你们加一杯就是了。想拿着我的衣服去哪儿啊？哼，帝君不是总是嫌弃我给您修补的混元玉带不够好吗？这不，把您的衣服拿回去好好学习学习，免得这腰带啊第10次被打回。你少玩花招，将心思放在修行上，腰带早就补好了。哦，那还不是帝君您先整的我呀？我不过是自保罢了。再说了，我不过是一个仙力低微的小仙士而已，自然没有什么能够拿得上台面的法术喽。不像您，您是高高在上的帝君，难道您不知道吗？这自古啊，君子就该让着女子。本君什么时候说过自己是君子了？小人，那是我姐姐给我绣的，你还给我。什么时候学好了规矩，再来问本君要？那衣服也不还给你，小人！帝君，终于懂事了。当然了，俗话说得好嘛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一山更比一山高。您就别跟我这个小仙见识了，是不是？孺子可教。过来。帝君有什么吩咐啊？伸手。这是什么法宝啊？无功不受禄嘛。您这么一给我，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。15。你干什么？这叫不离镯，我在上面施了不离锁，只要你靠近我15步以内，就会像方才那样飞走。我跟你拼了！
小人，你这个小人！究竟是何人？为何擅闯我魔族领域？尔等微末小卒，怎配与我讲话？仙官，仙官手下留情！有眼无珠的东西，冲撞了长老贵客，还不快速速退下！各部长老已在会兵，大祭之日即将来临。说话长老心急如焚，正等着您来呢。邪神殿下，死玄头无双镜，确乃我命人所为。冉青之结界，今朝成了魔界之困，我族不得不求自保之本。石破谷如今是魔界领地，他神界、仙界屯兵可以，为何我魔界却要龟缩呀？招兵10万，屯兵50万，你真是要自保，还是要谋反？如今谋反便是自保。玄香，你是我魔界至尊，你功力之高，与那应渊帝君也难分伯仲。怎么鸿鹄之身，却只有燕雀之志？殿下，冉青已亡，如若你能效仿修罗族玄烨，原来你是这番主意，看来我早就被你算计了进去。殿下，死玄已死，魔兵已征，帝尊必要追责。殿下与其负荆请罪、忍辱讨好，何不放手一搏，杀出自己的一番天地呀？玄香，帝尊传书。应渊帝君着手彻查那些潜伏在仙界的魔族人士，恐怕是保不住了。如果内卫肯出手相助，朔华长老是想为这几个走卒冒着大计湮灭的风险吗？帝尊昏庸，仙神霸道，致使6界郁结。此计若要依，当下猛药，惨死的勇士更能够点燃沉浮多年的魔族子民心中的热血与怒火。我不会令他们白死的。只是没有无双镜，我们日后如何攻上南天门？纵使冉青神力贯世，如今数万年过去，结界早已薄弱，届时我们里应外合，自有破解之法。只是事到临头，邪神玄香挣扎不决。朔华长老需为魔族千古，狠下决断。若是这些魔族勇士的牺牲都无法唤醒邪神的心，想来这6界之中，唯有那仙使陶子气的命，能使邪神
回心转意。此法倒好，待我回去禀报再论。大计之绝不能变，早不得也晚不得。长老还需再忍耐些时，继续筹兵练兵，激将邪神。我们也自会在仙神之界依计部署，待到战场重聚，魔族多年耻辱，定能血洗。15。你个小人！我要学习，我要复仇。好好说话。有没有那种不用近身并可以一招制胜的仙法秘籍？给我拿来！哎，你第一天认识我呀，我对修仙不感兴趣。如果说我的复仇对象是应渊呢？你感兴趣吗？你终于开窍了，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。哼。你有毛病啊！迷人法则，我说的是在武力上一招制胜的，不是在容貌上，好不好？勾引帝君那可是重罪，是你不想活了，还是我不想活了？可是，做跟班不是你的梦想吗？你放着姻缘君这么好的靠山不要，你非要找他比武，那你直接去天刑台找个痛快。好，我去找。找到了，我看哪本哪章啊？全部啊？要学仙法不修内力，那简直是纸上谈兵。还有阴阳五行、奇门遁甲，这些都学完了的话，不出意外，你还是会被应元君一招出去。要不，你再考虑考虑我的迷人法则？不考虑，这些我全戒了，拿给我吧。巧了，这些都是名录，书籍在衍虚天宫，你只有找应元君借。不，你这儿一本漏网之鱼都没有吗？毕竟这都是中高阶仙法。也许应元君早就预知到有你这么个美人姐。天意呀！哼，若真有天意，那我颜淡便是他应渊小人天生的克星。邪神虽上书陈情，称自己并无反意，然据使节陶子器所查，魔族各部长老正在大肆征兵。更是在这势破谷中屯兵10万。魔族长老中，主战者甚众。若是拿思玄之死当借口，屯兵征兵的话，逼得邪神不得不战，那此事就麻烦了。哈，邪神向来性格孤僻，深居简出，与天上的仙神也并无交际，恐难测其真心。不如我下界一趟，去探探虚实如何？这么多典籍，这得抄上半个月吧？这小仙子犯了什么错？元旦，这本《小寒经》抄完了，不如借我看看。抄的真好呀！可以。是啊。这本《鸣罗六则》我一直想看，能不能也借我看一下？我也要。多谢啊。上身微拳，细旋6腑，然会双腕。好聪明的丫头！这《小寒经》能使仙力精纯，更是驾驭神器李晨的不二法诀，
一个小小的仙士，竟然能碰上这样的典籍，看来这不是罚，是赏啊！当然是罚，他聒噪得很，让他抄书，我也能清静一些。殷元君爱清静，我却爱热闹，不如把这小仙子送到我宫中如何？不送，他既是我收来的，他的聒噪，当然是由我来治。哼。上升微拳，气旋六腑，然会双腕。学得挺快嘛，可惜腕力太弱，底盘不稳。你讽刺我，你这个小人！有吗？哎，别过来！有本事你把这个破镯子给我扔掉，我给你单挑。那你有本事自己摘，本君等着那一天。哎！迎灯姐姐，姐姐升官大喜，百事顺意，连姿容神气也远胜往日。你我都出自帝君门下，何须行礼？必矣。姐姐自离宫后，一早考取仙阶，升任仙官，如今已是一阁之首，可见这偃虚天宫众多仙士，帝君对姐姐特别的不同啊。帝君可在宫中？此布面以卷云丝缠软金所制，刀劈剑砍不损分毫，忍冬缠枝纹为底，缀以紫微晶、赤灵石等珠饰，有清新凝神之象。此布面从装饰到镶嵌，都是银灯掌事亲手所制。混元玉带破损，虽为无知仙士严旦所为，但妙法阁仍有失察之责。这忍冬纹乃帝君旧时最中意的，银灯如今不能侍奉在侧，帝君常意是至天明，唯愿这安神之物能助帝君安眠。不必了。那仙士虽无知鲁莽，但已经将玉带补好。这布面美仪过重，甚是铺张，本君消受不起。这汉淡绣样过于轻浮，针脚又如此粗鄙，怎可为帝君所用？帝君若不舍旧物，银灯已带了金线银丝，愿亲手修补，必使帝君满意。帝君，帝君，严旦已将您教予的仙法典籍全部誊抄完毕，您是否要现在检阅？一个因错罚入宫服役的低阶仙士，凭何能接触到偃虚天宫的典藏仙法？别动！操控术！让你犯规，让你破我棋局，让你逼我缝衣服，拿这说我是吧？
看我怎么报复你！哼！哼，老天有眼！这颜淡心思竟如此恶毒，毫无规矩体统。当延续天宫是什么地方？我即刻替他去天星台领罚。不必了，是本君要同他比试的，他是赢了。帝君，此举有违天条。银灯，你早也不是延续天宫的人了，非一宫之主，你却在此智慧，此举乃僭越之罪。本君没工夫替你去天刑台领罚，退下。唉，现在的仙子脾气还真是喜怒不定呢。我得把操控术交给芷溪，这样日后她也能防身。陆景等会儿会把清心咒送到你屋里，抄10遍。对了，清心咒有16次。你这小人，有本事出来单挑啊！你躲在里面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都搬出去，都搬走！哎，快去啊！这，住手！你是谁啊？凭什么拆我们台、搬我们东西啊？就凭我是披香殿的管事。披香殿管事？哎呀，他这是要那不误会一场吗？我呀，颜淡，您不记得啦？我还让陆明给您送了好多法器呢。什么法器？话可不能乱讲。反正这以后不让拍戏，你赶紧把东西都搬走，不然我可都扔了啊！哎，那你收法器的时候怎么没这么说呢？再说了，披香殿空置了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让我们排？哪怕空着，也轮不着你。天条明示，唯有已获仙阶、位列于副长室以上者，才有资格借用宫殿。怎么？未升仙阶，便连行礼也不会吗？你该好好请教请教你的姐姐芷溪，她行礼倒行得颇有几分奴才相呢。参见银灯长士。不过您刚刚有句话说的不对，我姐姐不是奴才，我姐姐是妙法阁的副长士。虽然我没有考取仙阶，但是我读过天条，天条有言。众仙有仙阶高低之分，可人却无贵贱之别。那天条有没有告诉你，仙法也分孰强孰弱呀？快想想办法！怎么办？心诀中说，逆转周天，力转灵窍。为什么我却周天乏力？先气凝天穹，再行逆转，然后是飞鸿于胸。飞鸿于胸，虚怀于外。长师，帝君，帝君，颜淡是我宫中仙使，若是犯了错，我必会管教。
几时轮到妙法阁出手教训？疼吗？银灯不敢说疼。该疼。欺凌仙使，骄横刻薄，这不是一阁之主应举之德。思璇触犯情戒，是你告发，他确实有错，我唯有一叹。但是本君的人，你动不得。送长侍回妙法阁。是。你是小寒精啊？银灯常年苦修小寒精，我也就跟着学到了些皮毛。倒是你呀，来了延续天宫后，见识倒是长了不少嘛。别提了，应月那个小人天天罚我抄书，想不长见识都难呢。小寒精是万年前的古籍，按照当时的修炼之法，肯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。如果真的要练的话，连口诀都要变一下了，麻烦得很。你倒是抄书抄出了不少见识嘛，说来听听吧。比如经上说先天机后玄苍，可是在我看来，如今天庭众仙的修炼习惯应该是先玄苍后天机，不然气息会凝滞，而且威力也会减损的。这些是帝君点化你的吗？当然不是了，那个小人怎么可能这么好心？都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。你呀，修为不精，上来就接触到这些高阶仙法，容易糊涂，而且你万万不可自作聪明，牵强附会。刚才这番话，要是让别的仙官听到了，治你个不敬法典、辱没古仙人之罪，可怎么办？那我便只能求止息仙子给我一条活路，给我一口饭吃了。不与你说了，我真的得走了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有什么事儿比你亲妹妹还重要？各宫法器200年更换一次。上次例行巡检时，妙法阁中有几件法器因年久破损，天不知损毁名录之中。掌管焚元炉的浅云宫提出，由于此次损毁的器物过多，所以要妙法阁提前将法器送过去，今夜由我送遣。这里面是不是有紫薇瓶？你怎么知道？他们怎么能让你去送呢？我是副掌事，向来就负责这些啊。怎么了？没，我就是觉得这夜黑风高的，各个宫都不太平。姐姐，要不然你别去了，换个人吧。你怎么还操心操到我头上来了？你就应该多动嘴巴，少动脑子。我真的得走了。不行，帝君，我愿意把6界上下所有的棋谱抄录100遍。抄棋谱可以，换人不行。此事体大，稍有不慎就会6界动荡。此局设下多日，已到关口。焚气之时若忽然换人的话，只怕会打草惊蛇。此次抓捕由本君带兵，你姐姐不会有事的。可是我上次差点死在魔族手里，而且这次不光有仙界的内应，还有魔界的奸细，还有一群天兵天将。这万一混战一打起来，你肯定只顾6界的死活，你不可能顾我姐姐性命的。你在质疑本君？没错，我是在质疑你。6界的安危很重要，可是我姐姐的命也很重要。你们设局让她当鱼饵，却不告诉她前因后果，也不问她愿不愿意，你不觉得这很不公平吗？哎，别过来！不过现在有一个县城想做烈士的人，
我愿意代替芷溪，我们是同根双生。我可以用转容诀短暂的变化为对方的容颜，只要所见之人不施法查探，就不会有人知道，这样不会扰乱帝君您的大计。如果出现什么意外的话，也不会给人落下画饼的。画饼？我看6界话最多的就是你，早晚把你的嘴给缝了。帝君，芷溪是我们四叶邯郸一族的希望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望帝君成全。实在是过早。允了。多谢帝君，颜旦愿意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来报答帝君的恩情。先至玄苍，后行天际。怎么可能？芷溪，你干什么呢？银灯长侍，总长是要寻你议事，我寻遍整个阁里都找不到你人影，原来躲在这儿，肆意损坏阁中器物。这妙法阁的差事是多让你生气啊！银灯长侍，我方才是在练功，并没有故意损坏法器。你上午去偃虚天宫找你的好妹妹了，是不是？别一天到晚拿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对着我。今夜要送去乾云宫焚化的东西可收拾好了？都准备好了。还不快去把它拿过来！是。七件都在这里了，送去偃虚天宫吧。是。为什么？今夜不是该由我护送吗？刚刚帝君传来密旨，这批法器转交偃虚天宫颜旦护送。妙法阁分内之事，从未有过交托于外人的先例。你们姐妹俩到底商量了什么好主意，让帝君觉得妙法阁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？我没有。你没有？那你最好问清楚你妹妹，她抢的不只是妙法阁的差事，更是你芷溪的差事。刚刚这个巴掌也不是我给你的，是你妹妹赐你的。双生之物向来一强一弱，我知道你没用，但我寻思着，你总比颜旦强些。若真是我看走眼了，我先下告诉你，妙法阁不收废物。颜旦，你为什么要抢着去送法器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已熟读宫中仙法秘籍，寻常魔界中人不是你的对手。宫外巡逻天兵已得我授意，随时可破门接应。你发髻上的珠钗有以影监察之效，若贼人出手，我即刻便知。
能将紫薇瓶添补至焚毁名录之中，必有仙界仙官作为内应，最好是出那人是谁。妙法阁中需要焚化的旧法器7件俱在，烦请燕池仙官查看。芷溪仙子办事向来谨慎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深夜办差辛苦，我已让仙师备好了茶水，不如仙子先去屋内稍坐片刻。这本就是我分内之事。何敢谈辛苦2字？依中阁之规，焚化过程须由我亲自看到，这样我回去也好向长师交代。也好，开炉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进去。这是刚在后门外逮到的。你没事吧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点伎俩，也敢在我面前卖弄？你是芷溪的妹妹，偃虚天宫的颜淡。你不是我们乾云宫的，你是何人？姐姐，小心！严丹，快跑！你打不过他的。姐姐，你快走！我也太厉害了吧！手。啊不！松开。不！这人都倒了，你还要抱到什么时候啊？吃什么了？劲儿这么大？要你管？要我管？你不是要当烈士吗？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不能！你没看到刚才的架势，你再晚来点，我都要被烧成灰了。烧了好，本君正好落个清净。哦。
参见帝君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。我没事儿。你知不知道，焚化旧法器是魔族奸细刻意为之，为的是以紫微瓶还有神树之液炼制剧毒。我怕你来此地危险，我才顶替你的。你怎么还跟过来了？多谢应渊君对颜淡悉心教化，令他仙法渐长，只系感激不尽。悉心教化。不过也是他天资聪颖，本君不必居功。多谢帝君称赞，我一定会再接再厉的。对了，那个盐池仙官使了个猫腻，真的紫微瓶在他袖子里，你记得查看。好了，审查奸细词等仙界大事我们就不参与了，我先送我姐姐回去了。帝君告辞。走吧，姐姐。走啦。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，芷溪的功课最好，修为最强。如今颜淡得应渊君的教化，仙法突飞猛进，恐怕早盖过了芷溪。双生之物，一强一弱，只怕之前是我们误把山鸡当凤凰了。说谁山鸡呢？谁天资平平啊？你天资卓越，你怎么不考个仙官啊？你怎么不当个副长事啊？他要是天资平平的话，我看你是天资奇差。你不光奇差，你还坏心眼儿。你心眼怎么那么坏呢？你还跑是不是啊？我帮你去教训他们。不必同他们置气了，更何况他们说的也没错。帝君不是一早就说过了吗？我的确是那个弱的。你怎么能听那个小人帝君说的话呢？你现在是众仙子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个，你也考上仙阶了，并且是仙官，谁还比你优秀啊？可是今日我敌不过燕池仙官，你却能几招将他制服。哎呦，我那是碰上运气了，我不过是恰巧读了几本仙书。如果你在衍虚天宫被教习的话，你肯定比我厉害，一招就能把他制服的，真的。我没有那样的运气。你快走吧，就送到这里，省得银灯看到又要刁难你了。可是，行吧，芷溪，你记住了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厉害的，是那个永远会保护我的姐姐。别瞎想了，那我先走了。别理他们，如果他们欺负你，告诉我。没事吧？怪我教的太快了，不心急，慢慢来。师傅，你不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很有名的，汉丹化人解妖池之威啊，那可是段佳话，全仙界都知道。双生之物，一强一弱，他肯定是弱的那个。别人教3遍怎么都学会了，他学几天也学不明白。不是教得快，是他笨。就是啊。好了，不要议人是非。天资差一点没关系，可以以听为主，不用逞强硬学。要是学不清楚，反而伤了自己，那怎么办？我不是弱的那个，我能学会。
我昨天在藏书阁翻到了好多本捉妖打怪的细折子，可好玩了。你要不要一起去？严旦，你不能总这样天天逃课啊，要不然可没有教习师傅愿意教你仙法了。那教习师傅讲课讲得太无聊了，哪有看细折子好玩啊？你不去，那我自己去啦。去吧。我帮你收好啦，不用谢。这么多年，我刻苦修炼，屈辱忍耐，我咬紧牙关往上爬呀爬，爬进了妙法阁，爬上了副掌事之位，眼看着又要爬上仙阶。我以为努力能改变这一切，原来还是逃不脱一出生就注定的命运。严旦，你天赋异禀，做什么都轻而易举，你永远不会明白的。谁呀？哎，你坐那么高干什么？你仙法那么高强，就算是往下跳，你也摔不死的。你不光摔不死，你还会连累我这个可爱又无辜的小仙士，你可别想不开啊！一步。你干嘛？你要对我做什么？我能对你做什么？拍瓦片会吗？怎么样？我赢了，喝酒喝酒，哎，多喝点啊！哎，喝。咦，来，马上马上。哎，你说像你们高阶神仙都那么奇怪，还是只有你那么奇怪啊？翻乌龟、砸瓦片，其他神仙也会这样吗？哦，你就没有一点正常的兴趣爱好吗？哦，想起来了，有，罚我抄书，让我补腰带，逼我下棋，这都是你做的好事儿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奇怪归奇怪，开心最重要啊。我平日看上去很不开心吗？唉，怎么会有开心的神仙动不动就去翻小乌龟呢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已经是帝君了，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？如今奸细已经找到了，事情也平息了，你应该高兴才对啊。只怕事情还没有平息，又要开始了。当你很渺小的时候，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去改变，就像你一样，排戏、捣乱、交朋友。一旦身居高处时，很多事情你根本都改变不了。所以你就打算跳楼？看流星。看流星？
那不是凡人的说法吗？他们都喜欢对着流星许愿，但他们却不知道，其实这只是天上布星的神仙挥一挥自己的拂尘而已。但是他们都相信自己许下的愿望会实现。那你呢？你许了什么愿望？6界太平。嗨，怎么会有这么虚伪的回答？怎么可能有人许愿不是为了自己啊？那你告诉我，你许的愿望是什么？只是为了自己吗？当然了，还有我姐姐跟我朋友，我也会帮他们一起许。你身为帝君，心里就只有6界，难道就没有什么求而不得的事情，还有关心在意的人吗？对我来说，维护6界的安好才是最重要的。除此之外，我心里装不下其他。6界之战，养息万余年，如今魔族的兴起正在暗潮汹涌。若战争一旦开始的话，这万年的努力和平静都会化为虚有。那如果旁人不知道你的牺牲呢？或者像9级一族那样被人遗忘，或者被人唾弃，你也愿意吗？作战不是为了美名，也不是为了被铭记，而是为了停止战争。见过生灵涂炭，就不想再看到往日的景象再出现。还好我生在太平盛世，不用想那么多。有些事情是一定要经历过才会懂。不过你这样也挺好，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仙，什么也没有经历过，不用去想，那就希望自己的愿望没有白许吧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你努力排戏，无非是想在瑶池盛宴表演时拔得头筹，好让帝尊赐你一个恩典，对吧？那你说说，你心里不虚伪的愿望是什么？找靠山啊。那本君这座靠山不好吗？帝君，您是仙尘不染，我不配。我想找的是我姐姐芷溪这样的靠山。如果她以后升了仙阶的话，就要下凡历难。可是我姐姐她不喜欢凡间，所以我想请帝尊让我代替姐姐下凡。等以后我姐姐成为更厉害的神仙，我就可以到她的宫里给她捏腰捶腿，蹭吃蹭喝。那偃虚天宫也能蹭吃蹭喝，你为什么不留下？唉，其实我这个人吧，就自由自在惯了。我呢，帝尊急诏，速请银元帝君玉清宫议事，烦请从速通传。帝君，您怎么从这儿出来了？您酒气深重，这般不胜杯勺，恐怕有违帝尊对您恬淡客气、秉玉绝缘的期望啊。今夜抓捕奸细，审讯多时没有结果，本君无法安睡，这才小酌了几杯。我将天庭的兵房重新设计了一下，仍然觉得不太稳妥，本想着明日早晨奏禀帝尊。帝君思虑周全。先是陶子气刚刚在此来函，帝尊又得知了浅元宫一宫长室谋逆通敌之事，忧心难眠，因而传唤。这几日宫中来了几只灵雀，正在房上筑巢。看来当帝君
也没有什么滋味啊，还是当小仙来得快乐一些。你此去需万事谨慎。魔界暴乱无休，天庭兵防调整，为的是有备无患。日后如何，尚未可知。我们是一同经历过创世之战的兄弟，你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？要我说，天牢里那几个谋逆的仙官和贼子都是硬骨头，他们若不肯招，杀了便是。我提着他们的人头丢到魔界去，这虚实才算是探得彻底。若真有万一，这天庭也算是师出有名啊！啊，很好笑吗？桓钦，创世之战时你冲动鲁莽，老是顶撞帝尊。这些年我还以为你改了性子，没想到你还是如此强硬。要是你这么冲动鲁莽下去的话，我怎么放心你下界？应渊君这般为我考虑，若让天庭里的仙子仙娥们听到了，一定又要心里面编排我了。参见帝君，参见冀都星君。是你？帝君未雨绸缪，调整天庭布防，披香殿这样的闲置公寓也能得到恩惠，增派防守，实在是帝君眷顾。披香殿，你何时对看戏听曲感兴趣了？宫中仙士说我郁郁寡欢，无趣的很。正好，该寻一些正常的兴趣爱好了。也好，你松法些，下面的小仙才敢快活。我还要回宫收拾一下下界的行囊，先行一步了。桓钦，凡事谋定而后动，若有异常，先发信回天，再做计划。知道了，啰嗦。走了。应渊帝君，之前的事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哪知道这颜淡小仙子竟然是您宫中的仙士。无妨。没想到颜淡小仙子仙灵上清，写的竟是创世之战。四位帝君忠勇无双，天庭上下理应多多学习。帝君一番苦心，小仙着实钦佩。是他写的《创世之战》？是啊，颜淡仙子不仅美貌出众，而且才华横溢，比例深厚。可有戏本？创世之战距离现在已经万年之久了，这史料都没有当年的地形图，还有战况的记载。结果你看啊，这张地形图上都写得明明白白的，而且这儿还有批注呢：9旗族备战之后可以转换视角讲述，这正合我意啊！哎，这究竟是何人做的批注啊？万年前的大战地形，还有出兵策略，都记录得非常清楚。若非是参加过战争之人，绝对不会了解这么清楚。这究竟是谁在帮咱们啊？我知道是谁。谁啊？田螺姑娘。是真的，我在戏本上看到的。这是凡间的一个传说，说是有一个非常善良的凡人，但是生活得很辛苦，于是这个田螺姑娘便在晚上的时候替他洗衣做饭。这不巧了吗？你看看我，也是一个善良可怜的小仙士啊。
啊，好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啊！我太聪明了，我。能清楚知悉97一族的行军路线，此人或许知道当年灭族之事的真相。本君批注之事，不便让旁人知晓，以免徒增聒噪。应渊帝君平时日理万机，竟然还有时间给严旦批细本子。看来这个严旦可不一般呢。哇，如此华贵的宫殿，怎么说，也该是位居上仙吧？你深夜造访，不会为好奇而来，意欲何为？不妨直言。你好心为檄文批注，却不想让我看到你的面目，难不成你有什么秘密？喂，别那么小气嘛！我只想知道，你到底是谁？97遗孤，你能识得97之力，那昔日创战之时，97抗战之际，你必定到过阵前。你为何人？能否告诉我，他们是因何而亡的？我知道的和你别无二致。创世之战时，我驻守在仙界，与97一族不在同一个战场。战争之初，97的确骁勇，屡克敌军，但修罗族强悍，各族伤亡惨重，增援有限。或许他们的确已经尽力了。我不信。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。你既然有幸能存活下来，最好忘记这段记忆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可是我……应渊帝君看着满是废墟与尸骸的海边，发现一只乌龟从尸骸中爬出。应渊帝君微微一笑，施出仙法，将乌龟翻转了过来。严旦，近之一劫，你愈发放肆。本君让你进来了吗？何事如此慌张？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慌张，只是外面的仙士都如临大敌，慌乱如麻。是陆景让我跑进来告诉你，说是什么火德元帅来了。他是什么人啊？火德怎么来了？帮我。啊？还有谁？应渊小儿，给我出来！昔日亲口承诺，只要是本帅打赢了，便将自铸的兵书双手奉上。上次评论，本帅发挥失常，略输一筹。今日重新比过，大丈夫言而有信。谁要是躲在屋子里装聋作哑，谁就是胆小怕事的懦夫。老元帅，今年已经比了10次了，每次比武，偃虚天宫都被打成废墟。再来一次，仙界可真拨不出经费了。何况帝君近日政务繁忙，少跟我摆帝君的架子！想当初本帅和帝尊驰骋四海的时候，他还连剑都舞不动呢。应渊君，应渊君，
帝君，你醒醒啊！你怎么这样了呢？为了几个奸细，几天几夜不眠，而如今又为了兵防之事，冒犯于天机阁和练兵场之间啊！您年纪轻轻的，怎么就病倒了呢？虽然病在您身，可却伤在河宫先师所有人的心啊！醒醒！火德元帅，元帅，许久不见，风采依旧啊。只是本君抱病在身，无法起身相迎。应元君向来身体健壮，怎么那么巧突然病了？回火德元帅，偏医说是操劳过度，又邪风入体，若不好好休养的话，恐怕要伤到元神了。何时能好啊？10天半个月。那是不可能的。偏医说了，操劳、体虚、易累，伤及根本，这一切10天半个月是不可能好的，最起码要1年半载。应元君何时身边多了一个这么聪明忠心的小仙士，口舌还如此伶俐呀？这是新来的小仙，行事比较鲁莽，望元帅不要见怪。既然应元君身体抱恙，看来比武之事暂且只能放一放。谢元帅，待本君好了之后，必登门赴约。哼！帝君染病，本帅身为长辈，怎能安心离去呀？既然这延续天宫没个会伺候的，那么本帅便留下来照顾1、2。元帅，这等小事，怎能让您操劳？您是仙界当中仙灵最长的上仙，不敢劳烦。应元君无需见外，自古以来便有中仆挽肉救主、尝遍遍及的佳话。既然这小仙士如此忠心，想必不会推辞吧？应元君身体如此虚弱，饮食之事怎能自己劳神？你喂，哦。这是本帅的秘方，虽然苦了点、咸了点、臭了点，但专治风邪。应元君如果不愿意喝，想必是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。来人呐！不必了，喝。身弱体虚之人不能荤腥，如此美味的灵鸡腿，只能是本帅代为享用了。哇哦！对，不能荤腥。这可是小仙士亲手烧的暖炉，
应元君如果不接，恐怕嫌这小仙士伺候的不周啊！来人，接。哼。真是主仆情深呐！这身弱体虚之人最怕受凉，我再叫青云烧个10个大火盆过来。帝君，你还好吧？你觉得呢？哦。帝君，要不然您就把兵书给他吧。这老头现在天天想让我割肉给您治病呢。不可能。饿了。抱歉啊。你倒真是个中仆，演技不错。伺候不周，是使帝君染病，罪其一；言行失礼，唐突本帅，罪其二；明知帝君身染重病，暗为有幸之物，罪其三。依照天条，哼，应元君，天条你最熟悉，该怎么发呀？逐出偃虚天宫，回玄心崖喂鱼。喂鱼？如若汇报天法处，最起码天星台80雷霆鞭，费半数修为。哇，你这个老头心肠怎么这么歹毒啊？就冲你这句话，再加20鞭。哦，够了。此书本君苦心编撰1000年，还有最后一章尚未完成，因爱惜物件，所以才不愿借出世人。元帅与我比武数10次，想必是求学若渴。此书万望爱惜。本帅问你借书，那是看得起你。帝尊见了本帅，亦是尊老敬老。哼！本帅凭什么接受你的指点？6届第1的应元君不过如此。今天我火德元帅赢了。还火德元帅，我看就是一只花公鸡。帝君，他对你的兵法兵书根本就没有兴趣。他之所以这么费尽心思的想得到这本书，就是想向众仙证明他比你强。他这么肆意践踏你的心血，你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若非彼事，私自对神仙动物视作有业暗害，触犯天条。火德是天庭里资历最老的神仙，连帝尊亦对他无可奈何。帝君向来守规严苛，这气啊，咬碎了牙也只能咽下。帝君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你这深更半夜的不去排戏，在这里晃什么？哦，那你帝君深更半夜的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好吧，用我小人之心夺一下你君子之腹，我掐指这么一算，你是要去火德元帅宫里挟私报复吧？哼！
没说话。看来我是猜对了。哎，堂堂的君子啊，这骨子里跟我一样是个小人，却不敢承认。当君子有好名声、好前途、好人缘，可唯一不好的就是受了气还得挤出笑脸。而当小人，百害唯有一利，那就是过得好。帝君意下如何？自作聪明，还不跟上？刺激！应元帝君，火德元帅已经睡下了，那就让他醒醒。应元帝君，此事不妥吧？这有何不妥？我们偃虚天宫新制的灵鸡腿，正好想请老元帅尝尝鲜呢。应元帝君，应元帝君，元帅他只是发糊涂了，得罪了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往心里去啊。他只是个老小孩罢了。应元帝君，帝君，应元帝君。应元帝君，三天两头的来比武，输了就把我的后院砸得稀巴烂。本君念你仙灵掌，给你个台阶下，你倒反客为主，教训起我来了。盐蛋给本君弟吃的，你就要打他80雷霆鞭，当本君圆寂了。就是。帝君，您给他施的什么咒啊？禁食咒。日后他要见了他自己喜欢吃的灵鸡腿、八宝蹄膀，就会反胃作呕。不过也好，少吃荤食，延年益寿。没想到你做小人比做君子还有天赋啊！没给他下禁酒咒，已经对他是莫大的客气了，还不赶快去找？收到。这不是番规军和我一起破的玲珑棋局吗？原来这兵书是以棋局为喻，暗合兵法。不对，这兵书毁了，那我这些天吃的苦不就白吃了吗？找到了，那就走吧。等一下。这本书也算是借过了，走吧。千载的光阴，6界之外，本君唯有的这一点点小小的喜好，都不能保全吗？我不敢拍胸脯说我一定可以，但我可以勉力一试。你竟然能记得？当小仙的本分嘛。若兵书能卖的话，要55分成。奇怪，我明明将与你下过所有的棋局都已经记下，那这一局是？这就是未完结的最后一章，
无论何劫都为何起，乃四劫循环。若以兵法论视为拉锯战，这些年踏遍6界，寻访仙界凡间无数奇胜，终不得其解。你若了我遗憾，本君圆你一个心愿。真的？让我离开延续天宫也是可以的？凡本君力所能及的，不违天条，不伤他人皆可。不过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。这看似白子是占优势，可若贸然消劫的话，便会自损16子。如若白子不自损，那么黑子也无法攻出。何其，重来。再来。等一下。一子半指茶，白棋胜了。我赢了。本君说到做到。既然答应过你的事情，就让你回旋新崖。回旋新崖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只要你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你都能做到。还以为你的决心有多坚决呢。帝君的允诺也很值钱的，你可以多考虑几日。本君门下无徒，法器众多。我已经考虑好了。之前我陪你看过一次星星，你也陪我看一次星星吧。哇，好大的鲲啊！说好了。放心，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绝不外传。这边也有啊！有了帝君的允诺，想要什么都唾手可得，你却用来换这个。你若勤勉修习，日后便可参加晋升贺典，也就不用这样偷偷摸摸的。我找对了靠山，一样可以看到美景啊，而且还是独一份的，这多划算！那你可要报警了。你要干嘛？你别乱来啊！现在可就由不得你了。啊！你这小人，加速都不跟我说一声。手。谁想抱你啊？这样的赐福我经历过千百次，直到今日，才知美景更胜银河。一点点仙力，就可以让人如此快乐。
给谁的？秘密。秘密？屁是没有见过四府的微末小仙。你干嘛？你还给我！你干嘛？还给我！本君可提醒你，修仙之人不可有情。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龌龊？这是给芷溪的。你们神仙可真是太奇怪了。天庭既然不让有情，那像那些去凡间历难的仙官，那帝尊肯定管不了他们了。等以后我下了凡，情劫本就是历难的一部分。知晓情爱之苦，放下执念，才能无欲无求，只求苍生。本君劝你，最好不要自讨苦吃。你动过情吗？自然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是甜的还是苦的？哼！深夜擅闯天机阁，是何宫何殿所派？所谓何事？哇！他们自尽了。他们不会是魔族派来入侵的吧？不必担心，我自有安排。没吓着你吧？我没事儿。参见帝君。帝君料事如神。前日宫试被捕获的魔族奸细投诚招供，交出魔界兵防图的假消息，投诚是假，为我们除祸是真。人心难测，他们自然是心机。若要一一排查思玄所用无双镜画出的通道，彻查在仙界潜伏的内应，几日是查不出来的。他们既然选择自己动手，那定会清楚利落，永绝后患。各宫可还安稳？一切按帝君调度，叛军一与各宫奸细接触，便会被绞杀。各宫暂无动荡。这三人应该是来偷取魔界的兵防图。既然已经收网，那你们随本君去玉清宫上禀。是。桓钦还在魔界巡查，吾借封赏魔界之由，让邪神玄香上仙界一趟。吾倒要看看，他是否真的没有反叛之意。此次魔界已派300叛军窃取兵防图，杀人灭口。贼子已尽数羁押，思玄以无双镜破解的结界已封。只是，天魔结界乃是上世元尊冉青的元神所化，时间久远。若是魔界存心破之，迟早会找到新的破口，对吧？没错。修补元尊的结界，绝非易事。即便是倾尽仙力，力竭而亡，吾也未有十全的把握。此事，您让吾再想一想。结界之事解决之前，你将天兵天将调整至临战状态，一定要防患于未然，防止魔族的进攻。应元君，这仙界的上仙之，这是何人？颜淡。颜淡。无知仙使。玉清宫是让你打瞌睡的地方吗？见了帝尊还不行礼？拜见帝尊，小仙是衍虚天宫的仙士，名叫颜淡。颜淡，是你赐名的那株4叶菡萏？是的，帝尊。他如今在衍虚天宫服侍，上次因抓捕魔族奸细有功。今日降服魔族奸细时，他意在侧，
因而天兵将他带来了玉清宫，以备帝孙问话。颜旦，处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回宫？哦，好的，好的。颜旦祝帝尊一生平安，天寿未央。颜旦告退。站住！你有功啊，为什么要急着走？吾要赏你。不过，此时到了仙界宵禁时分了吧？应元君出入天机阁是要处理兵事，你呢，一个低阶仙士，为什么要去天机阁？小仙，应元君，吾记得你的仙士甚少，只有青云和陆景吧。子女化为人参之时，你救过她一命，现在又在你的偃虚天宫伺候，倒是有些机缘。如此趣事，怎么不跟吾说一说？帝尊，仙士调配本来就是微末小事。仙神不得有情，这是上世元尊陨灭之时定下的天条。此女若是对你动情，便是在挑战天罡。帝尊，请您为小仙做主。为了应元帝君的清誉，请您将小仙逐出偃虚天宫，也算救小仙一命。小仙原本是玄心崖一个无忧无虑的小仙士，奈何突然有一日碰见了应元帝君，他欺负我仙贵，小仙一时激愤，便上前斥责，责怪应元帝君不该欺辱天庭神兽。奈何应元帝君堂堂的一个帝君啊，如此心胸狭隘，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，便把小仙调入了偃虚天宫，开始实施疯狂的报复。帝尊面前，你休得胡言。一宫之大，添砖补瓦，打扫拖地，洗衣做饭，全部由我一个弱女子来做。小仙虽然仙龄尚浅，可是小仙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呀，帝尊。够了啊！你这小仙牙尖嘴利，颠倒黑白，分明是你损坏了本君的混元玉带，尚未修好，如今就想离宫。帝尊慧眼如炬，他怎会轻信？小仙没有胡说，帝尊，请您一定要为小仙做主啊，帝尊。那你深夜去天机阁，所为何事？是这样的，小仙最近写出了一出戏，名叫《创世英雄传》。这出戏是小仙为瑶池盛宴特意写的。可是白天的时候，偃虚天宫的差事实在是繁忙，小仙只能晚上到皮相殿偷偷练习。可奈何晚上的时候月黑风高，小仙一时迷了路，便碰到了应元帝君与贼人交战。小仙虽然仙龄尚浅，可是小仙有一颗为六界抛头颅洒热血的赤诚之心，便勇往上前。仅是如此吗？是真的，帝尊。若帝尊愿意的话，小仙可以现在为您表演我已经写好的段落。话说万年前，天地初开，日月混沌，人与妖……哎，好了，小小年纪这般聒噪，别说应元君了，吾都想罚你。先是颜旦违反宵禁，殿前失仪，罚用灵书笔抄天条100遍，限明日午时上呈凌霄殿。是。
有错当罚，有功当赏，小仙一定会抄写天条天规的。那，这仙器灵书笔是不是可以赠予小仙啊？应元君，勿忘了思玄的前车之鉴和天条的情戒。实属无奈，为了证明你我二人纯洁的关系，只好出此下策了。刚刚帝尊说的思玄，不是妙法阁的前掌事吗？你跟他什么关系啊？他现在人在哪儿呢？说来听听嘛。值不值得，帝君日后便知。情有心伤，帝君难道无心吗？帝君，想什么呢？说来听听，分享一下。回宫。灵书笔，一听到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个很厉害的法宝，没有想到只是抄抄天条就能得到如此厉害的法宝，真是赚着了。这笔怎么回事儿？心眼杂了吧？这个灵书笔重达1000斤，无法靠仙力御物抄写，只能用苦力了。不到10页，你这胳膊就报废了。好歹也是堂堂6界的帝尊，怎么心思如此歹毒？燕丹，不可编排帝尊。玉清宫里言行无状，帝尊没送你去天星台，这已经是宽仁了。哎，我看你现在是过河拆桥，狼心狗肺，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？帝尊也看出来了，我们两个暗通款曲。要不是我演技好，我们两个现在已经在天星台等着受罚了。你这个人从玉清宫回来以后就神神秘秘、心事重重的，难道不会被帝尊说中了吧？你犯了情戒！活够了！哦，难道是你跟思玄？是我杀了他。你为什么？他犯了情戒，天星台上是我处决。